大家好，我是小雪，祝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快乐！你们看到时候应该也新年了吧？应该新年了耶！我速度蛮快的，这一次没有什么太多。欢迎大家观看这一次的烛光酒也入月之怀的活动故事耶！然后这一次的首页呢，没想到不是日神，现在是月神，我觉得日神挺不错的呀。然后呢，还有一件事不得不说，那就是呢，暖暖上春晚啦！网络春晚合作一起唱跳，这个季明月，暖暖唱歌好好听啊！而且呢，怎么说呢，唱跳，虽然暖暖跳舞好像有点不齐啦，第一次上这么大的舞台，难免的嘛。终于进来了，这个有兴趣的各位可以到底的账号那边观看哦。暂时得哪的？算了，它卡住了。那么我们来讲一下这一次的一些福利，就是钻石福利。首先是直播福利有800个，新春直播呢有300个，暖户户直播呢有500个钻石，然后活动呢这一次的活动呢有1700个钻石，大家加油领取哦。然后社区那边呢有1000个钻，大家加油。然后还有网页活动有150个钻，这一次呢我应该可以进军，可以去领取这个。happy， 对的，就是这么的 happy。有看过我男舞的视频话，应该都知道我为什么可以进去了吧？然后总结以上呢，总共有3650个钻石，挺不错的，就是不知道我能不能拿到完而已。然后这些呢，就是这一次最新的兑换码。这一次呢，我比较想要小小的吐槽，就是呢，今年新年呢依然没有 CG。没有 CG， 大概是从龙凤阁开始，那个时候给新年多加一个 CG 最近太少见了吧？那么接下来讲一下这一次的新年阁套装，叠这一次更新了8个套装。首先就是这一次的酸赏阁，日神、月神，还有一个苗疆小娘子的套装。日神跟月神呢，就是这样子啦。当然呢，日神它的羽毛还挺特别的，而且看起来呢就比较红红火火，就有点类似火神。对，那么两个应该可以混合在一起交流了吧？然后月神呢，应该可以跟阿诺斯一起交流。等等，火神跟水神呢是可以磕一下 CP 的。那么日神跟月神应该不能磕 CP 吧？如果真磕的话，会变成骨磕吗？毕竟呢，他们是双生子嘛。然后在这里呢，要顺便给大家科普一下，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正确的。如果看过我生日影片的各位，应该都听过了。就是呢，我觉得呢，日神跟月神的原型应该是《山海经》里面的太阳女神和月母，因为呢，他们两个呢，一个呢生下了10个太阳，一个呢生下了12个月亮，也就是我们现在的12个月。而且他们两个女神呢都有一个丈夫，他们2个人的丈夫呢都是一个人，叫上海谷地，名字忘记。总之就是这样子吧。我真不觉得其实有一点点的根据的，小小的一点点的异想天开的证据。就是呢，蝶发的那个视频里面呢，日神呢他的树上呢有9个月亮，上面7个，下面2个。然后月神呢也是有的，它是月亮，应该是初1到15的，所以也说有点相似吧。最相似的应该是月神的名字了，一个叫长仪，一个叫长银，音很相似，就这样子。其实我也是瞎猜的，也不知道是不是原型。然后这一次格的非凡套呢，我想说一句。这一次的格就不要抽日神跟月神了，我们就朝这个非凡套抽吧。毕竟这一次的格呢，第一天罢了，就超级无敌多人都说非常的飞。我朋友呢，他40抽，目前为止听他说应该是没有闪。这也太牛逼了吧！我就有点担心，看一下我的钻石，有点看妞吧。
害怕。然后接下来就是秦江的戏服再次重出江湖。之前秦怡的戏服呢，应该就是大家所记得的，就是这个超级经典的，而且呢，它的卡面我到现在都觉得还算是挺新的感觉。然后呢，它的舞蹈呢，根据各位的大佬的科普，也不算是科普啦，我有一些的小小的对照，就是呢，它应该是出自于《甄嬛传》里面的惊鸿舞。虽然呢，它的袖子呢，但是应该或许多多少少是有进步了，毕竟呢，它的系统升级了嘛。但是怎么说呢，袖子呢不应该像你们这样子的，不会那么丝滑啦，人家都是你们是但是有待进步。由于呢这个是累冲套，所以呢我就看看就好，我就拿着月选的他的袖子来玩吧。前提是我能抽到吗？好像也玩不了啊。这么快就下定论了吗？接下来就是免费套装，首先第一个就是小财神套，这个是大喵设计的，就是感觉呢大喵的设计一直都在线。然后接下来就是小暖的新套装，好可爱哦，应该是免费的。目前为止，小暖的衣服都是免费领取，但是有一些，就我们去看一下吧。我以为呢，我换了新电话不会那么卡，结果呢，然后接下来就是那个，就是这一次的礼包，我就不理了，我也得不到啊。每一次都这样看不到这个就是刚才讲的那个惊鸿舞，算了，他又给我黑一片。这个是摸鱼券，这个只要拿到它呢，我们一整天的一些东西都可以摸鱼了，就是但是呢，好像只能一张摸鱼券的可以用1天罢了。这个是这一次的游戏社。然后接下来呢，要讲一下开春福利的免费套装。这个套装呢，大家就努力搞一下气氛来领取就好啦。免费的为什么不去拿呢？来了！这一次的意涵呢是叶说的狗狗套，这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呢，暖暖那边有一个叫做汪汪队的套装，集合所有的毛线汪汪。然后这个叶说的这个呢，就是探险家的狗狗套。我发现呢，叶海收集很喜欢搞动物套装的。然后接下来就是讲一下联动的一些消息。第一个就是呢，蝶会和20岁国产动漫 IP 合作，就是不知道会是哪一个动漫，喜羊羊、哪吒、西游记、宝莲灯，还是一些比较超级无敌经典的一些动画。今年呢，当然要讲一下 Snake 啦，像狗一样的蛇，这我就不知道是什么来的。然后第三个呢，今年呢会有一个免费的联动套装，应该是传统那种非遗的套装，应该吧？别说呢，敬请期待。好吧，我就敬请期待吧。这一次蝶更新了一些新功能，首先第一个就是灵感空间。灵感空间呢，之前呢，如果呢有看过我生日视频的话呢，应该都知道大致上的灵感空间的东西吧，可以听到我一些怨念。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呢镜头可以说大说小，这个可以有啊。现在我们这里，是可以啦。那说大说小是咋说大说小？这样说大说小，这里也可以说大说小啊。但是呢，我看碟放的那个是这样子的说大说小，然后可以调节镜头速度。这个好像挺不错。我现在这样子转，就感觉呢，我是无管的。这样子很好看嘞，我搭配的挺不错的。不懂，我没有常来这里的。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家具新增西服功能，我这个太需要了，给大家展示一下。来，比如桌子那边。对，桌子这里，如果呢我要加一些东西，哎呀妈呀，比如说我要加一个西瓜，然后呢我怎样放上桌子呢？其实呢我也不知道怎么放，不过呢这里可以调一下高度，调过后呢好码嘛，就是这样子，我们要慢慢调过去那边。
移动，移去那边过后呢还不行，你看我们的高度还没有到达桌子上面，所以呢我们要调高度，就是这样子。唉，别更新这个的话呢，我觉得我应该更了。你更了，上次没有的，再试试看。放西瓜，然后呢移到这里来。你更了，上次没有的，上次我搞到老半天才把兔子放在桌子上面，还有橱柜上面。是开这个呀？I know。接下来就是新增蓝图，可以建立房间，也可以抄房间。对我来说呢是没有啥用途的啦。这个可以说有点相似那个类似奇暖里的暖暖的回忆小屋的操作。我这个普通房间是不会有人要的，就这样子。反正我也没有打算要那啥。就是装饰房间。总之呢，上一次呢，还有根据我以往的经验呢，是没得放大缩小的。我以前搞的时候呢，搞得半死啊！好看！如果你能看上来更好看了。然后接下来是好友功能，好友功能呢，基本上我是没啥用的，我就顶多就是送一下爱心啊，或者是领取我的体力，没了，就这样子。那我大概讲一下哦。第一个，新增红点。好友私信、好友申请都会有这个，对，但是我没关注。然后第二个就是好友系统优化，总共有4个。第一个，活跃好友推荐，看懂这个，但是对我没啥用。推荐好友是否在线，这个好像挺不错的，就那些大佬我可以看他们，嘿嘿。然后第3个，新增好友推荐标签，不过也没关注。然后接下来我觉得应该是挺不错的。30天没上线将会加一个长期未登录，这个可以哦。平时呢我就看我的那个好友数呢要达到极限了，我就想要删掉。然后呢每次看到最下面的时候呢，我不是看到30天没有登录呢，就是30天，我也不知道他是几久没来了。然后现在看哇，这么多长期未登录。然后接下来第3个，私聊储存游戏优化。总结来说就是呢，聊天记录可以自行决定删或留，对我来说无所谓了。那我们开始这一次的活动故事吧。我每次来这里都一定会卡呀。稀有10日，居于汤谷，轮生于扶桑之巅，光辉炽盛，照耀八荒。然彼10日，或时并出，同生于天，至草木焦枯，江河沸腾，万民皆苦。幸得神人直弓射之，9日陨落，唯余1日，以照万方。自此，天地复宁。我觉得呢，最近呢，爹呢，他非常无敌的科普一些中华文化的一些东西，好像南武那边呢在评弹，虽然呢神暖也是有过，这不是重点。我现在比较想要搞的一点就是呢，那你嘛，新年嘛，我要算一下这有几个太阳，1、2、3、4、5、6、7、8、9 ，OK， 9个太阳，还有一个太阳在哪呢？是说有10个太阳吗？没有了，那个是神话，这不是重点。我们马上开始这一次的故事吧。看刚才的开头是有配音，虽然不知道是谁的声音，那接下来能不能继续用配音啊？你们配音吧。冬雪铺树，从枝头落下，一轮虚日东升，檐下新贴的年日上漫过金色的晨辉，悠悠拉长孩童们奔向集市的身影。晨日高悬，温暖的光芒偏洒人间，见证着又一年人间团圆，亘古如常。然而在某一瞬间，一道橙红色的虚影一闪而过，一层明亮的光芒照切大地，只是一眨眼的功夫，又如潮水般退去。人们看向天空，却见看蓝星空中依然只有一轮圆日高悬，这一点如错觉般的疑惑很快消散在迷沸人生中。是夜，举杯相和的欢声笑语不绝于耳，明月静静悬于天境，
将皎皎清辉洒向张灯结彩的青云城。如日之升，如月之恒，如此凡尘乐景，本该最是寻常不过。砰！天边骤然传来一声清脆的巨响，如玉盘般的明月悄然崩裂成无数碎片，璀璨光点折射出万千光华，骤雨般坠向大地。霎时满城皆尽，唯余万家灯火，不见天上月。温润的光华弥漫在暖暖和小雪周身，驱散着浓重的黑暗。大喵紧紧拉着暖暖的衣角，努力仰起头，试图在夜幕中找到一丝月辉。本喵还是不敢相信，月亮怎么会突然间消失呢？还碎成一片一片，像镜子一样。其实白天在逛集市的时候，有一瞬间天空明亮异常，那时候我恰好抬头，似乎看到空中有2个月亮，但只是一瞬间就恢复了正常，我还以为是出现了错觉。现在想想，或许和月亮的消失也有关系。2个太阳，那不就是和十日同天的神话差不多了吗？但本喵记得神话里有英雄射落9个太阳之后，人间就恢复正常了，怎么看都和月亮没关系嘛。无论如何，我们先用搭配之力探查吧，不能让异常继续影响大家。搭配之力的光华更盛，如潮水般无声漫向周围的空间。就在这时，有另一股陌生的力量强势而温柔地汇集起来，凝结出一缕细细的金线，指向遥远的前方。这股力量虽陌生，但很温暖，并不让人抗拒，指引众人向着青云城郊外湖泊的方向而去。随着步伐渐近，金线的力量越发灼热，与此同时，更有一股灼热的火舌混杂着草木的焦菇味儿向众人席卷而来。本是赏月圣地的湖泊，竟已变成了10里火场，火势冲天，湖水被蒸腾出滚滚白烟，沸腾不止。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火？本喵要变成狗五花肉了！热浪不断拍打而来，逼得众人后退。然而，那不陌生的力量却光芒暴涨，直直没入火场中央。那里是……糟了，那里好像还有人！一部朦胧的身影被里夹在火焰之中，金色光芒没入的瞬间，火势暴涨，如生出触手一般冲向天境，烧透半边黑暗。用搭配之力卷起湖水吧！来不及多想，暖暖和小雪迅速用搭配之力卷起湖水泼下，火焰被暂时压住，现出一张少年面容。真的有人？不对，这么大的火，真的能有人活着的吗？然而少年非但没有被火焰夺去性命，那炽人的烈火在他身侧反而乖顺无比，像是新生的嫩芽，柔柔相依。少年锦衣霓裳，看上去只有14岁上下，但裸着的胸膛画满奇异的纹路，不时并射出金红色火星。此刻似是失去意识般紧闭双目，众人正要进一步上前查看情况，被压制的火光却再一次灼然迸发，恐怖的热浪扑向众人。千钧一发之际，一道温柔清冷的辉光从天而降，笼罩在众人身上，将那灼人的金红火焰彻底挡住在外。我想说一句，虽然呢，意象这个故事里面呢，我觉得最多的应该就是描述吧，描述大概就是呢，那个少年呢，应该就是日神，他失控了，然后这时呢，月亮呢起了辅助作用，让他冷静下来。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冷静下来了。不过接下来应该就是讲月神的一些描述吧，还是什么之类的。来看吧，来看吧。大家担心，
伴随着熟悉的清辉，清月与白硕一同出现在众人面前。清月眉头微蹙，神色严肃中蕴含焦虑。白硕耷拉着耳朵，发尾有些焦黑的颜色。我是在清月的力量下渐弱，少年缓缓落于地面，周身却依然不时迸发出火星，灼目又危险，侵蚀着月辉之力。清月面色苍白，轻轻依靠在白硕身侧，看向众人。暖暖、小雪、大喵，不要靠近他。若我没有猜错，这个少年应是上古太阳神之一，身上蕴含着至刚至烈的太阳神力，凡人不可直接触碰。啊，上古太阳神，本表以为这只是神话呢。如果神话是真的，那太阳神不应该已经陨落了吗？我并不知晓他仍存于世的原因，不过太阳神力无法伪造，所以我绝不会认错，他一定是太阳神之一。太阳神之一，所以就像神话里说的一样，曾经存在很多位太阳神。没错，上古时代曾有10位太阳神，12日之后只余下1位，而这位少年并不是我们认知中仅剩的那一位太阳神。这么说来，我们白天可能真的看到了2个太阳，这是否和月亮消失的异变有关？关于这点还不是很清楚，但月亮确实出现了异变，月镜破碎了。月镜，那是什么？月亮本身是不会发光的，你们平日看到的月光是月镜吸收太阳的光芒后再投射出来的。月镜破碎之后，凡人自然就看不到月亮了。就在刚刚，月镜毫无征兆的破碎，晶片坠入人间，这无论是对月亮还是对人间都是极大的灾祸，绝对是特大的灾难。我本来好好的在看画本，看古籍，月镜就突然轰的一声炸开了。你们看，我的毛都被烤焦了，太惨了！打理毛可是很不容易的。眼下的当务之急是找齐所有的碎片，将月镜恢复原状。我已经推算出散落人间的碎片方位，但有一块最大的碎片却勘测不出下落。清月，你不就是很厉害的月神吗？难道不能一挥手重新铸造一片月镜吗？月镜是上古月神的半身神器，并非我所能铸造之物。古月神可借月镜观察凡尘诸景，甚至以月镜为媒，构筑一方世界。而我只是由凡人升仙，负责维护月升月落而已，并不具备古月神那般的力量。可那月神多年来一直都把自己封闭在镜中世界，便是月镜破碎时，我们也无法得到他的回应。消失的碎片既不在人间，最大的可能就是在破碎时直接掉入了月神所构筑的世界。暖暖、小雪，我想拜托你们进入其中寻找碎片。你们身负的搭配之力温而纯净，便如月一般，想来不会被古月神排斥。待我和阿硕寻回散落在人间的碎片，便去寻你们。清月、白硕，你们在人间也一切小心。明亮皎洁的月华在湖畔亮起，暖暖一行人很快消失在银亮的月光之中。清月，这位突然冒出来的上古太阳神，应该怎么办？糟糕了！昏睡不醒的少年身上突然燃起了熊熊火焰，整个人转眼化作一片金红色的火雨，飞快地没入即将消失的清冷月华之中。我突然间忘记了有一个月神，那个是中秋月神，我就叫他中秋月神好了。骗了！刚才还有9个太阳，现在是一个茂盛的一个古树。那是因为呢，我们已经进入了那个空间，然后呢，这个太阳呢是月亮里面竟然映着了一个金乌。那么我们接下来最后一个月神。众人行走在一片黑暗之中，脚下虚无一片，仿佛他在
虚空之海中的无形岛屿上，周围静寂无比，就连寂静本身都被黑暗吞没了。古月神的内心世界怎么会这么荒凉？水瓶又掉到了哪里呢？是啊，月亮总是温柔的照耀着人间，没想到古月神的内心世界却是如此孤寂。如果不是暖暖和小雪在这里，本彪一定1秒都坚持不了。众人携手相行，搭配之力的光芒虽微弱，却坚定有力地照亮了方寸天地，指引前行。不知过了多久，前方隐约显现出一些温润的清辉，众人加快脚步，循着光奔去。终于，那么光亮在众人眼中越发清晰。一位银发少年漂浮在重重黑暗之中，所绕在其周身的银白辉芒渐淡柔和，如浮草之影，无比微弱，却始终不息。终于看到人了，这就是古月神吗？本彪怎么觉得看起来有些眼熟？虽然发色、服饰都不相同，但身形、五官都和刚才见到的古太阳神很相像呢。少年眉眼清澈，事事沉眠于梦境之中，只是眉宇间有浅淡的愁色，睫语更似蝶意翩跹，仿佛一触即碎。众人试图唤醒他，声音却被淹没在虚空之中。少年分明就在眼前，又遥远若天上月，不可接近。他完全听不到我们的声音嘛！让本喵来一个优雅的喵式唤醒。就在大喵即将跳上少年起头的瞬间，少年蓦然睁开了双眼，如覆霜雪的白色雨洁下，一双晶耀瞳仁径直对上了大喵的视线。哇，他真的醒了！灿烂的金色瞳目中是有万缕辉芒蕴藏，但金辉之下却是一片空洞，像一片冰冷的镜子，不带丝毫感情地映照着世间万物。对不起，我们暖暖话音未落，围包在身边的黑暗突然如潮水般退去，众人脚下满地一空，齐齐坠入阳光明媚、开阔无比的万丈高空中。哇，这又是哪里啊？搭配之力在空中扫过，却完全阻挡不住众人飞速下落的势头。大喵的斗篷在气流中完全展开，像个膨胀的气球，带着大喵越飞越远。暖暖，大喵！这真的要变成喵饼了！一声清越嘹亮的鸟厉声划破长空，如金石相击，如天鼓长鸣，鸣声响彻天地，也激荡着众人的心魂。鸟鸣的余音尚未散尽，灼热的气浪紧随其后，冲向众人。金红色的霞光赫赫一闪，众人已接二连三地坠落在巨鸟宽阔温暖的后背上。金乌出现了，该不会是刚才那个突然间像赛亚人这样子喷火完过后冲向那个暖暖去的那个空间，他就紧随跟着了。所以呢，他是去找月神的吗？至于他是不是去找月神呢，我们就敬请期待吧。我们这集影片就此结束啦，换一个，用尽全力的放大出来啦！这个放大到基本上也算是零元操作的，不是零元，就是呢挺容易获得的套装。比如呢，他头发是青花瓷的头发，只要染色一下就可以了。然后这衣服呢，哎呀，这是佐伊的那个，应该是佐伊吧，没有记错的话，佐伊的那个羊套。总之呢，就是搭配评审赛的衣服就对了。然后衣服呢也是挺难染的，我就直接用花纹直接太过，管它3/21。然后呢，剩下的全部都是闪的部件嘛。某个意义上来说呢，说难不难，说不容易也不容易。好像我朋友他直接放弃治疗，他虽然已经很努力了，但是我第一眼看上去呢，还以为是展示图呢。远远看会比较小嘛，放大来看我讲哦，原来是用了奥菲利亚那个竞技场的那个，他也是用尽了全力了。
但是呢，这一次的歌我听说非常的飞，好像我朋友70抽呢，他的那个非凡的苗疆小娘子还没抽齐，只剩下球跟一个部件。他的月神呢，只抽了4个，他月神只有1个部件，70抽，悲惨结束。那么喜欢这次影片的话，记得在下方留言、按赞、分享出去，还有千万不要忘记订阅我和打开我亲爱的小铃铛哦。那么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